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又来到星期三的这个时间，今天老邓谈法论理，跟大家谈钱的辩证，钱是一切奢侈，钱在我们这个课题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它？我想先有几个层面提供各位做一个参考。现在立法院正在吵有关国家总预算，那总预算为什么全部退回？退回的关系就因为有关原住民补偿的部分应该补，结果行政院没列，钱的出了问题。各位再来，我们劳工朋友，我们的退休后生活该怎么办？各位，这绝对是钱的问题。国家有关退休金的规划没规划好，就会成为社会问题。各位再来，像说职灾，我们发生的职灾，究竟应该要做怎么样一个补偿？各位，这些也通通是钱的问题。我们一定不要客气，其实人世间最大的苦，最大的争执，都是在钱上面的问题。我们来看，老板为何一定狠心要用无薪假？因为他想企业可能要继续生存下去，你们劳工朋友就让我占一点便宜大家一起度小月，过了之后事情就了了。老板的困难在哪里？减少劳工的东西是什么？减少的还是钱。再来，我们在劳动法学界，大家经常包括法院的判决，也有好多的个案是有关经常性给予应该怎么认定。各位，绝对是钱的问题，因为不是经常性给予，要算平均工资就不用算，就没有办法算进去资方想方设法把一些列为所谓的非经常性给予，无非也是想省钱。各位，在高雄，咱们最近也看到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也就是长庚在得标要接手大同医院。那大同医院这里员工跟新接手长庚医院之间的争执是什么？各位，争执的还是钱上的问题。各位伙伴，今天我特别用钱的这件事情，想跟各位来做一个事实的辩证。钱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完全是靠工资的咱们这一群人，钱的分配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钱分配的合不合理，其实对我们在整个工作上，我们所谓的幸福感，那差别就会非常大。在我们劳动法学界，我们把老板给劳工的这个钱我们称它叫做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就是老板给劳工的这个钱。那可能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的是叫做二次分配。所谓的二次分配是政府它如何透由财政的收入之后再进行移转支付做一种社会连带式的重新调整。那更进一步还有所谓的三次分配。那什么叫三次分配？也就是政府对加诸外部成本的这些企业，对给社会加诸外部成本的这些企业呢，要求他们负起责任那这个就是比较更高深维持社会正义维持的社会正义理想环境的政府的作为，这是三次分配。咱们今天要谈的课题，我们只限定在所谓的初次分配。
也就是来自老板对劳工、老板对劳工的给付这个给付上的问题。各位，老板对员工的给付问题，除了刚刚那些一看大家熟悉很明显的，还有一些呢，我称它叫做变形的状态变形的这个不合理的初次分配。举个例来讲，最近也正在正在出问题的一个叫做中立，我简称的这家公司叫中运公司。中运公司把台湾船员、台湾船长不使用，改使用中国大陆的劳工。各位，中国大陆劳工比较好使用吗？技术比较好吗？各位，不是，差别的会在哪里？差别的就在钱，差别的就在钱。再来一个，我们应该在报纸上也有看到，美东地区有不少个港口，这码头工人同时罢工。各位，这些工人为何要同时罢工？包括纽约港，为什么要罢工？原来，各位，在过去这2-3年来，全世界的航运可以说是因为疫情等等的这关系，全世界航运非常忙碌，资方赚了非常多的钱，企业赚了非常多的钱，但问题是，来自美东地区的这些企业家甚至是码头的这些公司的这码头的这些公司，各位多赚的钱，他们并没有给劳工朋友，钱多赚的不给劳工朋友，劳工朋友想，企业这么忙，我们也这么辛苦，当然有给加班费，但是您认为给加班费就是足够了吗？给加班费就是说，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些的利润，不应该做一个分配吗？各位，到目前为止跟各位讲的都是人间的最苦，人间的最苦，苦的东西什么都是钱苦的都是钱。所以各位，我们有关钱的部分该怎么样来做处理？其实我们应该要帮政府来催促政府做一些事情。那其实呢，有关钱特别是劳工朋友的工资，政府有没有在做事？有，各位，政府有尝试在做事。那政府做事是做哪些事？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调最低工资。我们现在基本工资的调整，依照最低工资法，我们目前已经调到27470块钱，目前已经调到27740，各位，明年呢还会调更高，会到28590，明年还会调得更高，调到28590。各位，政府目前为止政府他认为已经把基本工资调高了，对劳工朋友有交代了。各位，政府只调了基本工资，已经对所有的劳动者都已经有交代了吗？我跟各位讲一个数字，请大家注意听。我们国家主计总处统计113年1月到6月，113年1月到6月呢，它估计呢，我们每个人平均的经常性给予经常性的薪资，平常这个经常性薪资每个人可以领到46277块，这是经常性给予，再加其他含不啷当的，再把它包括进来。我们主计总处讲，我们每个人每个月的总薪资可以领到64084，我没有讲错，请注意听。主计总处讲，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含不啷当包括经常性薪资
可以领到64084。各位好朋友，你有领那么多吗？你有领到那么多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统计数字？基本工资也才27470，各位平均的下来，每个月大家可以领到6万多吗？各位假设没有，假设没有领到这些钱的时候，那问题出在哪里？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也就是有人领非常多，有人领的非常少。用平均数字看起来非常漂亮，但其实实际劳工朋友实质的薪资所得，你我自己最清楚。您自己领到了，是不是所谓的6万多？有6万多的这一回事？假设不是的话，我们对政府到目前为止有关工资这个钱的调整，其实我们应该要打不及格的分数，而且我们要郑重跟政府讲，只有调基本工资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只有调基本工资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更重要的有一个事情，我从媒体上也看到不少工会干部看着劳动部只调了所谓的这个基本工资也就甚至有工会干部，我们全国产总甚至有工会干部以一定要努力调整基本工资，以这个为工会的目标。各位，工会定这样一个目标，对得起劳工朋友吗？用刚刚的数字2万多跟平均6万多的这样一个金额上的一个差别，我们已经看得清楚了。我们国家的薪资制度在初次分配上已经非常的不合理。各位，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做一个打破。政府不帮劳工想，政府认为自己已经100分，政府不想，我们就自己想。那我应该怎么样来构想呢？各位伙伴，我要向大家报告，我们国家公司法在前几年有做了一个修正，请各位今天看完直播之后，您回去查一下法规。这个法规是公司法第235之1条，第235之1条。各位，这个条文怎么规定？这个条文规定，公司应该在章程以当年度把它当年的章程把它定明，以当年度的获利状况，决定固定一个金额或是固定的一个比率呢，分派员工酬劳。在公司的章程要明定，以当年度的获利状况，用一定的金额或一定的比率分派酬劳给劳工朋友。各位伙伴，这边所称的酬劳就不是刚刚讲的工资了，也就是国家法令的重点在哪里？除去给劳工朋友工资之外，我们在每年的营业上的获利的这个情形，政府法令是明文规定，政府法令是明文规定要分派酬劳给劳工朋友。各位，也就是政府已经知道对劳工朋友这里真的给的实在是给付不足，这个社会有关分配，也就初次分配，应该可以更加的圆满，应该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所以在公司法235之1条上头就清楚规定，我把它简称为叫分派给劳工酬劳的这个规定。各位，问题是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所谓的分派酬劳要多少钱、多少比例，政府有没有进一步规定？政府这个地方，我们在法律上称它叫避难道司法，也就是说啊，这个就交给你们劳资之间自行协定，或甚至是交给资方啊，因为盈利是资方，盈利赚到钱的是资方，不是劳工啊，所以由资方决定要给劳工朋友多少钱啊。各位，政府这个做法上，其实这是偷懒。政府这个偷懒的一个做法，我相信在实务上，好多企业虽然有公司法第235之1条的这规定，劳工朋友实际获得的这个利润，是获得的这个分派酬劳这个分派酬劳的这个金额可能不高，不成比例，否则主计总处统计出来这个数字，怎么可能会跟我们自己主计总处统计出来的64000多块钱每个月的收入总额，怎么会跟我们自己实际收入到的差别那样的大？所以各位伙伴，我们目前我在做一个整理，初次分配，雇主对劳工朋友的这个初次分配，现行的制度已经有在保障劳工朋友，现在问题就是要如何做分配，要怎么去分配这个部分现行法律没有规定，那这一步应该怎么跨出去？让这个分配是呈现是合理的。各位，我个人研究劳动法一辈子，我对于初次分配的合理的方法，我跟我们台湾劳动智库的这些伙伴也经有一段时间研究，我们已经有建构出一套制度，这个制度本身这个制度本身呢，我们准备在今年的11月13号星期三，从上午8点半，我们花一天的时间，整花一天的时间，我们要来跟各位讲，各位主张分派酬劳它的合理性，再来合理性在之后，合法性在之后，我们更细部该怎么样来分，该怎么来操作？各位，细部操作光有好想法不行，细部该怎么样来操作？由我们基金会跟这些智库的市场们要来向各位伙伴做一个报告。各位，这一天的讲习会来自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劳资双方要共同来听讲的一个研习会。劳资双方大家来共同来听，回去之后我们一起来商量。各位，因为我们推动的这个制度，请大家注意听，不单纯只有劳工朋友收入会增加，连资方的收入也可以增加。可能各位不曾去想过，因为类似这个课程呢，在目前坊间各位大概也看不到因为现在的坊间推的这些课程一般通常也就是要么就是劳工朋友强力跟资方来做争取要么就是教资方如何克扣给劳工的这酬劳。各位，我们这一次要讲习的这个内容不是这个内容，我们要讲究的叫劳资双赢。我们想办法要让劳工朋友得的更多，重点是在劳工朋友得的更多，同时资方得到的更多。各位有想过吗？竟然有这种制度？有，绝对有。假设您平常有费心去构思一定会想到这一套，一定会想到这一套制度，只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社会上公开
帮企业体来谋所谓的劳资双赢。这次劳资双赢不是口号，而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我们劳资双方一定有办法都笑呵呵。也借这个机会，再度跟各位难得的这个机会啊，11月13号星期三在凤山区公所啊，交通各方面也都挺便捷，各位花上一天的时间，我们把整套制度把它弄好，把整个大原则把它弄好，剩下我们跟劳方跟资方，我们在自己的原地，在自己的公司，我们好好商量要怎么样来做操作。那这个操作的部分，今天时间上的关系，细节就不跟各位提。我们当天在现场，我们甚至有书面资料，有这书面资料提供各位回去当做一个操作手册。期待11月13号上午8点，我们在凤山区公所，我们一起来研究初次分配合理薪金的制度，劳资之间我们如何来协商，如何来做一个处理，很有趣的课题，我恭候大家的到来。今天给各位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